这是发生在野外惊险的一幕。这名男子游完泳刚准备回家，不料一头美洲豹快速朝他扑了上去。被猛兽袭击的小哥不但没有害怕，反而还露出了一脸微笑。难道他和美洲豹是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？原来这只美洲豹是小哥从小养大的。1年前，小哥在野外发现了2只被遗弃的美洲豹幼崽。当时小哥在附近等了许久都没见到他们的父母，他猜想这2个小家伙大概率是被父母遗弃了。看到2只幼崽就像猫咪一样呆萌可爱，于是热心的小哥决定将它们带回家中收养。由于黑色的这只天生体弱多病，自己并没有太过专业的饲养经验，最终小哥将它送到了救助站进行治疗，而剩下这只便留在了小哥身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只小型猫咪很快便长成了一只成年美洲豹。因为长时间的相处，这只美洲豹已经和它有了深厚的感情。它并不会攻击小哥，而是像贴身保镖一样每天黏着主人。由于它是被小哥从小养大的，小哥很担心美洲豹会丧失原本的生存能力，所以他经常会带美洲豹来到户外，希望这样可以锻炼它的野外生存能力。可即便到了水里，这只美洲豹依旧像小猫咪一样黏着主人，也不知道这家伙是不会游泳，还是根本不想去游。它全程趴在小哥的后背上，主人游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，生怕主人把自己给丢下。这家伙怎么看也不像是凶猛的肉食动物，反而更像是一只大号猫咪。为了锻炼美洲豹独立游泳的能力，小哥趁它不注意直接钻进了水里。等美洲豹反应过来后，却发现主人已经不见了，这可把他急得不行，马上东张西望的开始四处寻找。小哥见这家伙如此着急，于是便招手让他游过来。美洲豹很快就游到了小哥怀里，他连忙上前安抚对方的情绪。不过美洲豹却闹起了小脾气，他独自跑上岸，不断用爪子扒拉着小哥。为了逗这家伙开心，小哥再次跳进了水里。美洲豹见状立刻追了上去，让小哥背着自己在水里游上一圈。对于这个从小养大的宠物，小哥拿它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在水里玩了一会儿后，小哥准备上岸带它回家，没想到这家伙还没玩够，直接从身后将小哥扑倒，想让主人陪自己多玩一会儿。好不容易出来的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小哥趁他不注意，又悄悄爬上了岸。发现情况不对的美洲豹马上朝着小哥跑去，看样子这家伙还是没有打算想走的样子。主人在前面跑，他就在后面追，最后没办法，这家伙才不情愿地跟着小哥离开。话说这模样也太可爱了吧！这只狗活了36年，却丝毫不见衰老的迹象。如果换算成人类的年龄，它的年纪已经超过了200岁。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一大把年纪的它竟然眼不花腿不软，甚至每天还在院子里追鸡赶鸭，仿佛是有着用不完的精力。难道这只白狗返老还童了吗？一般来说，犬类的平均寿命在15年左右。目前世界上寿命最长的狗狗是一只来自澳大利亚的牧牛犬博比，但它也只活了29年0.5个月。可大妈却坚定地说，自家的狗狗今年已经36岁了。主人的话让众人感到不可思议。为了验证事情的真实性，节目组请来了著名的宠物专家。专家在看完录像后一致认为狗狗最多只有10岁左右。然而当得知狗狗今年已经36岁时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大家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。如果这是真的，这只狗狗将会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一位兽医学者表示，20多年的狗狗已经是犬类寿命的极限，36岁还能如此健康，这显然不符合自然的规律。那么狗狗的真实年龄究竟是多少呢？随后节目组找到了狗狗的主人，大妈说小白是从小跟着自己长大的，她确定狗狗已经陪伴了自己30多年。看见记者有些不信，于是大妈翻出了多年前的照片，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1991年记录的，而视频的拍摄时间却是2009年。即便是这样，那也只能证明狗狗活了19年。随后节目组又找到了大妈的地址，她告诉我们狗狗是自己退伍之后领养的，而当时的时间是1974年。如果从1974年到2009年来计算，狗狗刚好是36岁，但毕竟它和大妈是一家人。为了更客观地了解情况，节目组又询问了附近的邻居。老奶奶看到照片后很快便认出了狗狗。老人说他已经在这里开了20多年的店，经常能看见大妈带着狗狗在街上散步，但至于狗狗的年龄他并不敢确定。他建议去不远处的宠物诊所问问，因为那家诊所已经开了几十年了，说不定会知道些什么。很快节目组就找到了这家诊所。兽医在看见照片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狗狗，毕竟自己每天要接待的顾客很多。他表示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经营这家店，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，每只来看病的狗狗他都有记录档案。随后他根据提供的信息调出了电脑的档案，档案上显示狗狗的出生日期为1974年1月14日，从那时候到2009年刚好是36个年头。看来狗狗的确已经36岁了。这一消息很快便引起全国各地专家的注意，大家纷纷前来看望这只长寿的狗狗。虽然狗狗已经36岁，可它却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，从它的身体状态来看，完全不像一只年老体衰的狗狗。没人知道它能活到多少岁，就连专家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。不过人们却发现狗狗的脸上每天都洋溢着灿烂的微笑，有专家推测它的长寿或许与此有关，也有人觉得狗狗深爱着自己的主人，所以想要一直陪伴着它。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？
为了逃避上班，这匹马儿竟然学会了装死，每天不是倒在地上，就是在倒地的路上。只要有人想骑它，它马上就会开启晕倒的技能。乍一看还以为它快要不行了，殊不知这正是他预谋已久的阴谋。主人说咱们有事好商量，但你别装死行吗？可这家伙长了800个心眼子，躺在地上就是不肯起来，甚至还机智地翻起了白眼，似乎在告诉主人自己快要不行了。没办法，主人拉了拉他的大长腿，告诉他今天不训练了。此话一出，马儿瞬间就满血复活，接着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。主人一看你这家伙根本没事啊，那还是接着练吧。还没等主人骑上马背，他又立刻倒地晕了过去。好家伙，这演技简直绝了！主人告诉我们，马儿名叫奥斯卡，是他花了大价钱买来的，可买回来1年多的时间，自己一次都没骑过。因为只要有人想骑它，这家伙立马倒地装死。也不知道这是马儿成了精，还是演员投错了胎。跑得快不快不知道，但它肯定不是一匹正经的马。现在奥斯卡已经学会了预判，只要发现主人有骑马的意图，他立刻就倒地不起，根本不给主人任何上马的机会。这家伙还很聪明，每次倒下之后都要等4周没人了他才肯起来，生怕自己装死的计谋被发现。但一旁的主人早就看穿了他的把戏，走过去就准备霸王硬上马，可没想到这家伙戏精附身，再次开启了装死模式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挂了呢。虽说这家伙天天不上班，但主人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马场里的其他马儿都在认真训练，唯独他每天想方设法的偷懒，就连其他马儿都看不下去了，纷纷跑来劝他别太过分了。但奥斯卡却不以为然，依旧每天笑嘻嘻的摆烂。著名表演艺术家麦克阿瑟曾这样评价道：给他一个获奖的机会，他能把所有奖项全部拿光；再给他一个不上班的理由，他能躺到4肢退化。主人拿来一根胡萝卜塞进了奥斯卡的嘴里，想看看他究竟有多能装，但他还是低估了这匹马的演技。这家伙硬是叼着胡萝卜躺了10多分钟，直到主人离开后，他才偷偷摸摸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接着3下5除2就把胡萝卜造了个精光。这一切都被主人尽收眼底，本着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的原则，主人心想这回你总得让我骑一会儿吧。结果还没等他骑上马背，他又倒了下去。仔细一看，嘴里的胡萝卜都还没吃完，这家伙又在线飙起了演技。为了改掉奥斯卡躺平摆烂的毛病，主人在思考3天2夜后，终于想了个办法。他在地面放置了石块，不知情的马儿刚准备倒地，却发现地上摆满了石头，于是他马上站了起来。主人心想这回看你如何倒下，没想到聪明的马儿找了个平坦的地方，又倒了下去。看到这一幕的主人彻底无语了。由于他每天都整这套把戏逃避训练，主人也是有点分不清了。他甚至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判断，这匹马到底是装的还是得了什么大病。为了搞清楚状况，于是主人带他去医院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结果医生却说他身体没啥问题。可回到家里的马儿还是一如既往的装死。不仅如此，这家伙从医院回来后，演技都变得精湛了许多。主人更加疑惑了，他猜想难不成这匹马是脑子出了问题吗？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主人又请来了动物专家。专家为了测试马儿的智力，于是在栏杆前面摆了一盆胡萝卜，其他马儿都是强行撞倒栏杆去进食。等到奥斯卡出场时，他先是小心翼翼地探出了脑袋，发现自己脖子不够长，然后他缓缓绕过栏杆，很快就顺利吃到了美食。经过几项测试后，专家表示这匹马的智商远高于同类。原来他不是有病，而是太聪明了。而他之所以选择装死，完全是因为不想上班。听到这里，主人也很无奈，没曾想花了大价钱却买了匹不能骑的马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这匹马凭借装死的本领，不仅迅速爆火网络，而且还登上了各大电视台的综艺节目，甚至还被剧组邀请去拍戏。一箭射出，马儿应声倒地，这不是妥妥的本色出演吗？靠着过硬的演技，自此奥斯卡完成了马生的逆袭，而主人也跟着他彻底改变了命运。原来不是马儿不上班，而是马儿不易本。